好，各位好，来解答今天 Vico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1352题，所谓的 Product of the last came numbers，基本上它是一个所谓一个设计的问题啊。所以一般来讲，在程式设计里面的 design 大多指的是所谓的物件导向。好，那请设计一个演算法啊，然后接受一连串的整数，然后当然就是你要返回它的 product 啊，它的成绩，也就是最后 k 个整数的一个成绩。好，基本上它就是要去实做 product of numbers 这个 class 啊。说那个 class 一般就跟我们一般在那个物件导向里面所学的一样，它会有所谓的建构元，有所谓的 constructors， 有 constructor， 那它这边就有一个，那你要看看它里面大概，基本上就是物件你要将它初始化，它有一些参数要设定，那你当然可能再加上一些所谓的member variable， 看你的题目，看你的设计上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一个 method 就是所谓的 add 的话，在这边就是将一个整数 number 将它加到这个串流的尾端，然后最关键的当然也就是你要去计算最后 k 个 number 的它的连乘积。好，那他这边会假设当他去呼叫这个的时候呢，至少目前他这个清单里面至少会有 k 个元素不会，所以这边你不需要再对它做其他的判断。好，那他这边有说，当所有连续序列的数字它的一个乘积，它基本上都可以用32位元的整数不会有 overflowing 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它这个例题。好，那我们这边看它的一个例子我们直接就看它的一个解释的部分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原则上它一开始当然就是先呼叫你的 constructor， 当然就建立这个物件。好，接下来它是一连串的 add 这个方法的运作，所以这边你的串列部分加上3，然后再加上0，再加上2，再加上5，再加上4，所以你到目前来讲，你的串列是这么多。OK， 好，接下来呢，你要考虑的是它呼叫它的 get product 的这个方法里面的参数是2，换句话讲，也就是算后面2个的乘积，所以5乘以4当然就等于20，这当然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 get product 后面的3个所以你有3项相乘，所以变成40。好，那再来是4项这里面呢，因为它当中有一项倒数的第4项它是0所以当然就是0。然后你再增加8 add 8，然后再来 get product 2所以后面2项。那我们在这边大概可以稍微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你有0的话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连续 k 个整数里面有出现0，它当然它的成绩就是0。好，如果没有0的话，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快速呢？
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perfect product 所以我们打算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所以假设是没有零的状况，所以从第0项一直乘到第 n 减1项假设我们这边相乘，那你如果要去算它的后面的第 k 项的乘积假设是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从好，那有关于它的 constraint 的部分，它的数字并不大就是说它如同它里面所宣称的，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连乘积的时候，它是不会 overflow 的。好，那但是你的 k 可能是很大那最大可以到4万最大可以到4万。那原则上你呼叫这些方法最多的次数可以到4万他这边讲就是说32位元的整数就 OK 了。好，他这边有个 follow up，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我说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你要去实做 get product 还有 at 你要让它在常数时间当然是很容易，但 get product 的话，你要做的话，可能就好。接下来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解答的。好，我们解答方式当然就是我们当然里面会有所谓的成员变数，所谓member variables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设定2个成员就好了。一个当然就是vector 所谓可变动长度的一个阵列。那这边一开始我们的值就给它一个元素，就是1。为什么给1呢？因为1是所谓的乘法单位元素任何数乘以1都会保留原来的那个值所以这很重要。那这个 array 的它的长度呢，我们就用 n 这个变数来设定，所以一开始当然是1。好，然后我们的 constructor 你当然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但是方便起见我们根据它的 constraints 我们其实可以去预留空间，大概基本上大概4万个的空间。那这个会比较方便你后面你再呼叫其他的一个方法。好，接下来我们看 add 那大概是怎么设计的如果说你碰到0的话，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你不能分母里面有出现0，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除以0，除以0那当然是无意义的那所以如果你碰到0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做 reset 动作所谓 reset 呢，我们就将 product 就返回它是原始的设定 ，n 呢也返回原始的设定为1。好其他的话当然就是你没有碰到0，没有碰到0怎么办呢？没有碰到0，就是将我们的最后一项，也就是 n 减1，再乘上目前所丢进来的 number那这个然后再把它放在这个 vector 的最后然后呢再将 n 再加1那我们这边是写一行好。然后再来 get product 的话，它其实可以怎么设计呢？当你的 n 如果是小于等于 k 的时候，当然也就代表说我们这个后面连续的 k 个数字里面当中会出现0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0否则的话，也就是说它当中是没有任何0的，所以你的阵列后面的 k 项它当然是完整的呈现，所以我们就透过 product k 减1除以 product n 减 k 减1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将我们这个问题将它解答出来。好，那我们在 LeetCode 上呢，我们再从网友那边大概取得了一些所谓的test case
那这个我们先让它所谓的设计的部分，我们当然就跟刚刚所讲的方式是一致的啊。在这边我们是把它分开来写啊，15、16的地方。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8个 case 都成立。好，我们把这边这个 n 加加让它快一点的话，我们就把加加摆在这里。好，跟刚刚的所说的情况是一致的。我让执行一次。好，8个 case 都 OK。好 ，submit。好，大概原则上